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。在上期的2场比赛中，玉雷凌秒杀根金，而同生的阿修罗状态引起了王马的不满。曾被王马打败的前木乃集团打手以及俄罗斯跆拳道高手伊万，两人都去了李人后来开设的 SH 公司打工，但他们早已放弃那种在全院大赛上赌命的工作了。反观李人，因为不服输，甚至私下开卷，只要练习够多，就能卷死别的参赛选手。作为全院大赛唯一一名既是斗技者又是理事长的存在，李人一登场就受到观众的欢呼。他的对手是来自冲绳暗杀武术流派的怪万流，号称魔枪的黑木玄斋。这次比赛也是黑木首度出战，可怜的李人不如他消息灵通，也不知道黑木玄斋的实力几乎媲美灭堂之牙。但凡了解一些情况的公司都会避开与灭堂之牙和黑木的战斗。而在比赛开始前，李人对着黑木放了一通狠话，裁判过来阻止了李人的挑衅。黑木眼神冷漠，在他眼里，李人只是个年轻、自大且愚蠢的弱小之人。黑木的态度把李人气了个够呛。裁判一宣布开赛，李人2指前屈，挥手冲向了黑木，下一秒天旋地转，翻坐在地上。李人难以置信，起身再一次攻击，立刻又被黑木扫堂腿绊倒在地。李人爬起来继续挥拳，黑木扫开李人的手臂，他再次出击，可每次拳头都在伤到李人前主动停了下来。黑木劝他趁早投降，自己的拳头不是用来对付弱者的，杀人诛心不过如此。李人先是被吴立安看不起，就憋了一肚子火，现在又遭到了黑木的讽刺。在又一次被绊倒的瞬间，李人拽住黑木的领口，锋利的指尖划开了黑木的肌肉，血液迸溅之后，黑木决定重新评估李人的实力。他起势准备出招，原来刚才那些攻击不过是黑木点到为止，现在才是来真的。李人知道自己实力不如黑木，与其后退被打败，不如往前冲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拳头被黑木侧身避开，李人跳起扫腿，黑木绷紧肌肉举臂挡下。李人落地之后被对方后腿绊倒，堪堪躲过黑木砸立地板的拳头。这时在病房的泽田忍不住了，虽然自己输了，但从学生时代起，他和李人就是老冤家了。泽田也不希望李人输给别人，李人自身的剃刀之风，只要找对位置就是一击必杀。但不论他在擂台上如何去攻击黑木，都会被对方轻松的避开。他好不容易造成的伤害，还是靠回旋的脚尖划开黑木的手臂。当他愤怒的挥着手指扑向黑木再次进攻时，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黑木的手指竟然捅穿了李人的手臂和胸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拐万流作为冲绳古代暗杀武术之一，融合了冲绳空手道和中国武术的精髓，精通人体脆弱的经脉和穴位，通过打桩铁砂掌练习，在不断精进之中磨练出了最强的攻击招式，故而又被称之为魔枪。李人被击飞出去，动弹不得，胜负已经定下。即使他奋力从地上爬起，黑木已经摆好进攻姿态，再次握拳朝李人攻来。这一刻，周遭的时间似乎放慢了无数倍。此前和王马对战的时候，李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间流逝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人类看见的东西会更加缓慢。当时他无法反击王马，但现在他一定要站起来反击黑木。当李人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休息室内了，眼睛被打得肿胀起来。比赛的结果也不言而喻了，同为参赛选手的光头大久保之也在，两人同病相怜。大久保是灭堂之牙的对手，还没开始就已经被观众当作淘汰对象的存在了。李人找了个借口离开休息室，在走廊内想起自己的失败战斗，他不甘的痛哭出声，男子汉的骄傲被这场大赛彻底粉碎了。但此时的赛场上，另一场比赛拉开了序幕。初见拳的气场不同以往，而失去了李人的乃木社长不敢将期望放在王马身上。除了初见拳这个安全保险之外，他还派出了刺客袭击不动产的义武社长，不过却被义武的2个保镖给挡了下来。初见拳作为初见流合气道的创始人，虽然本人有事没事掉链子，但在全院大赛内他的实力却是数一数二的。而初见拳这次的对手来历不明，在全院大赛首次出场，作为义武不动产的代表人，轮到千叶贵之登场的时候，场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，而这个老人居然当着在场所有观众的面变成了一个肌肉猛男。100岁老人突变肌肉猛男，难道是基因突变了？千叶贵之代号无脸男，他用行动告诉了观众他无脸男这个称号的来历。靠着模仿用出了骄傲朗的泰拳以及大久保的技巧，不仅仅是招式，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完全一致。千叶曾是地下社会武斗派的演员，只需要一眼就能模仿使用其他参赛选手的战斗技巧。现在的他就是在场参赛选手的结合体，纠结的缝合怪，搁小学里是会被人叫学人精的。但事实上，千叶说了2个谎。首先，他只能模仿动作和技术，至于无知一族的解放和李人的那种体能技巧，他
他无法学会，而且模仿的技能也远不如招数原本的强度，能力会随着千叶的体能有所下降，以及有一些技巧即使他学会了也无法轻易的使用出来，但这已经足够了，因为他打的是心理战，靠着恐吓加模仿的技巧来击溃敌人，上来就是著名大师的招数。初见拳提起了警惕心，谁也没想到这场比赛竟在26秒内就结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时间倒回到之前，原来千叶的模仿技的确唬住了初见，甚至用出了李小龙的推法。遗憾的是，在他近身攻击之后，居然对着初见用出了和气道的招式，于是千叶被初见拳反捏住拇指跪倒在地，紧接着初见连出3拳，额头、鼻梁、下颚连击，千叶眼球血丝迸现，翻着白眼晕倒在地。计划不错，但和气道这方面，初见可是原创了和气道流派的人，他又岂是一个模仿者能随意击败的？全运大赛就是这样惊险的比赛，一步错，满盘皆输。比赛结束后，义务社长威胁乃木私下袭击会员是会被开除全运身份的，杀手是谁派来的不言而喻。但义务没想到乃木居然反将一军，因为这个杀手竟然也是全运会员的身份，将他击晕的义务也是袭击了会员。义务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他搞不明白了，乃木都算计到这种程度了，为什么不直接让他认输，还能节省初见拳的体力？但乃木的想法和片原会长相同，斗技者是商人的棋子，他需要通过比赛决策出谁才是最强的那个棋子。假如今天赢的人是义务社长，那乃木会掉头全力支持义务取得冠军，然后再通过别的手段逼迫义务指明自己作为下一届全运会长。义务在这场决斗赛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利，还到乃木社长面前闹呢，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好吗？紧接着比赛再次开始，这次出战的是帝都大学天才医生樱出，以及代表狮王通信的板东洋平。板东曾是医学生，后来犯下了杀人罪，成了日本犯罪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俩人都是首次登场比赛，樱出医生是带着任务上的擂台，他其实是日本政府派来的特务，目的就是在比赛场上对板东执行死刑。25年前，板东面对日本唯一的上吊死刑，在绳索上挂了足足90分钟，竟无事发生。随后多次上吊死刑执行，板东都逃过了日本法律的制裁。无奈之下，日方政府这才安排了樱出来处决他。俩人都不是什么格斗大师，在裁判一声令下后，樱出率先出击，他两指并拢，速度奇快无比的在板东身上刺出了大大小小的扭曲坑洞。板东曾是医学生，一眼就认出了樱出医生的流派，出自中国著名医书《黄帝内经》中的灵鹫擒拿术，以指为针攻击穴道和经络，加上樱出体型不大，动作异常灵敏，片刻之后，板东身上的穴道几乎被扎了个遍，偏偏他还抓不着人。樱出医生绕到板东身后，手指瞬间刺穿了板东的后颈，这一招直袭颈椎，相当的狠辣。可这对板东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，反而导致樱出自己的手指断掉了，一个手指断掉面无表情，一个被袭击颈椎也毫发无伤，两个异于常人的家伙半斤八两。樱出猜测，板东之所以上吊不死，是因为他那个颈椎比常人的要柔软数倍。果然，板东甚至能将颈椎和浑身肌肉扭曲，一时间整个场面一度恶心了起来。板东准备对樱出下死手，护士姐姐吓得大叫，可板东还没碰着樱出，便发现自己的手居然被割伤了。樱出主动靠近板东，手掌粘上他肩膀的瞬间，两柄骨刺穿过了板东的肩胛骨。好呀，别人打拳，你搁着玩骨刺呢？樱出医生笑眯眯地开口了，从自己骨头里削出来的武器，硬要说的话也算身体的一部分，裁判还真没法说他犯规。樱出挥着两柄骨刺冲向了板东，在他身上划开了数道伤口。板东躲开后给了他手臂一拳，这一拳的力道几乎打碎板东的肋骨，但樱出医生却一声不吭，显然没有痛觉可言。面对没有痛觉的疯子，板东想赢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杀了樱出。樱出的骨刺划伤他的面孔，他再一次扑袭板东，这回骨刺瞄准了板东的腹部。好在关键时刻，板东扭动脊椎躲开一击，并抓住樱出的脑袋用力一拧，樱出医生倒地不起。裁判判定板东获胜，而在护士悲戚的哭声中，帝都大学的总长将樱出的颈椎接了回去，咔嚓，又满血复活了。胎息开到一半，正主接官而起了。怪医生怎么可能不改造自己的身体？虽然差一点就真的翘辫子了，但他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了。原来樱出医生早就给自己的身体注射了致命病毒，他自身携带有病毒抗体，但病毒却通过骨刺的血液传给了板东。板东可没有抗体，这个小岛上面的医疗器材也无法治疗板东身上的病毒。医生啊，得亏不是高规模传热病，不然全院大赛就得改名生化危机了。